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尼路。今天一样是没有业配啊，纯粹是 AMD 爸爸的赞助播出。那突发式的农历春节特卖差不多是结束了，所以本期是每周都有的周间特价内容。第一款是人中之龙，原价590，打25折以后是147块，评价是44000篇的91%，极度好评，特别促销到1月31号截止。它是一款角色扮演的动作冒险游戏，故事建立在80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主角同生一马还是20岁，初入黑社会的新手，在帮派内部之下被经过算计，无意间减弱了许多黑道之间的纷争。游戏采用双主角的设计，故事推动到一定的章节以后就会更换。那原本看似无关的两个人，却会因为空白的一屏这个事件产生紧密的连结。不过除了严肃的主线剧情以外，游戏中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来自80年代的小游戏，像是 Disco 的舞厅、卡拉 OK， 有给大人的电话交友，还有女子格斗，里面的支线任务都非常有趣，绝对不会只是让你随便玩玩而已。甚至讲的夸张一点啊，支线啊才是这游戏的本体。本土化的翻译还让游戏中多了许多笑点，算是非常多人心中的神作，值得一玩。泰坦降临第2代，原价799，打1折以后只要79块台币，评价是12万篇的94%，极度好评，促销到2月3号截止。这款就是 Apex 的前身铁狱门的故事，一样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游戏中讲述反抗军步枪兵杰克库珀在一场战役中意外搭上了 BT7274，并完成救命恩人留下来的遗志。单人模式剧情大推，虽然故事有点偏短，大约1个下午可以打完，但是每个关卡设计都差异的非常大，会有需要你操作时间切换空间解谜的情况，加上游戏里能够非常丝滑的飞檐走壁，让玩家除了与敌人正面刚枪以外，还多了很多刺杀的环节。除此之外，各角色还有很多额外的能力，像是钩锁、瞬间加速、进入虚空躲避伤害。反正 Apex 的角色会些什么，那这些铁狱也都会有，而且他们也有机甲战斗的环节。多人游玩的话比较不推荐，因为门槛很高，新手一进去很容易搞不清楚状况就被打死，再加上伺服器的状况不太稳定，时不时掉封包、高延迟，所以这款游戏就当作是单人的极佳作品，那多人的部分就当作是送的就好了。再来是逆转裁判凤凰组合包，里面包含了1、2、3代，原价880，打5折以后是440块台币，评价是14000篇的97%，压倒性好评，促销到2月1号截止。本作是以法庭为舞台的冒险游戏，玩家将扮演的是律师陈步堂龙一，为证明委托人的清白而踏上法庭。游戏的操作很简单，流程分为场景搜查跟法庭辩护。在搜索阶段时，玩家要在不同的场景做来回切换，发现新的线索才能找相关的人士问话。收集完证物证实之后，开庭就可以对证人说谎的部分给他们一记大嘴巴子。不过如果你失败太多次，我们的委托人就会被直接宣判有罪，那游戏就是 Game Over。角色的设计千奇百怪，很有特色，他们讲出来的证词也都很有这么一回事，却给玩家们介于搞笑跟认真之间的氛围，这就是逆转裁判的特色之一。这款推荐给侦探类型游戏的爱好者，单纯想看剧情的话，也可以补一下动画，那这笔钱就可以省了。然后是凯撒琳纪念版，原价590，打25折以后只要147块台币，评价是6000篇的89%，极度好评，特别促销到1月31号截止。这款的开发团队跟女神异闻录3、4是同一批人，所以画面优秀，美感极佳。R18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漏点，而不是有什么色色的剧情。那它是一款平台解谜冒险游戏，我们的主角文森特最近因为交往多年的女友凯撒琳开始催婚了，于是跟朋友到酒吧买醉时遇见一位性感正妹，而巧合的是，她也叫做凯瑟琳。那游戏的主轴就因此展开，因为喝醉的关系，一不小心出轨的文森特就陷入了无止境的噩梦。在噩梦中，主角在恋人凯瑟琳跟偷情对象凯瑟琳之间做出抉择，并透过独特的益智爬塔玩法，搞清楚自己的真爱到底是谁。游戏的玩法主要是一直重复着玩着一种多角度思考的爬箱子竞速游戏，不只要切换不同的3D 面向，还要移动各式各样的方块。有些方块还有特殊规则，像是不能移动，或者是需要连体移动。有时候还会出现需要你及时闪避的 BOSS。对着你挥刀，解谜的难度有一点点高哦，好在可以调整。虽然我是直接玩最难的模式啊，差点没哭出来。那里面没有中文，不过网络上还是有汉化补丁，剧情上有非常多小剧场啊，所以非常推荐。再来是人狼村之谜，原价688，打65折以后是447块台币，评价是3300篇的96%，压倒性好评，促销到2月1号截止。它是一款在狼人杀的基础上加入了恐怖悬疑要素的解谜冒险游戏。故事讲述了主人公房石阳明在神秘的修水村中进行名为黄泉祭之宴的杀人仪式。游戏与狼人杀类似，有多种职业系统，像是蛇的功能就像是预言家，乌鸦则是可以查验尸体的身份，蜘蛛则是可以每天保护一人不受狼人的侵害。
猿猴则是可以加护2人。那游戏总共有3周目，而全破之后会有暴露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你可以知道所有人心里的活动。剧本算是非常的精彩，但相较于多数游戏之下 ，CG 跟画面就相形见绌。3周目的游戏时长非常久，文本量也是极多。不过只要玩家耐心玩下来之后，就会有一种倒吃甘蔗的感觉。恶魔猎人5原价870，打33折以后是287块，评论有6万篇的95%压倒性好评，特别促销到2月1号为止。它是一款动作冒险游戏，为恶魔猎人的正统第5代。本作集结了许多历代作品的过场角色，而这些角色之间的互动也是游戏的一大看点。如果没有游玩过前作的话，也没有关系，在游戏一开始可以选择 History of DMC， 接下来会有图文并茂的解说，交代恶魔猎人但丁的故事。游戏中总共有4名角色可以让玩家操控，分别是但丁、尼禄、V， 还有1名隐藏人物。而这之间的角色切换系统还做了很贴心的新手教学，玩家也可以到练习场练习，比较不会有瞎按一通的状况发生。游戏和以往的恶魔系列相同，节奏十分的快速，结束以后也有系统会给出评价，甚至还有秘密任务。内容相当多元，但需要灵活运用角色们的技能。如果觉得战斗的部分太困难了，也可以试试自动模式，或是等到自己熟悉以后再重玩关卡也可以。丸子与银河龙原价318，打4折以后只要127块，评价是4300篇的97%压倒性好评，特别促销到1月30号为止。它是一款视觉小说类型的冒险游戏，剧情讲述着女主角丸子有着过人的钢琴才能，却因为这项天赋遭到宇宙人绑架，后来又被强盗盗走，培养她成为一名盗贼，专门偷取与被毁灭星球上的宝藏。在过程中意外邂逅了银河龙阿尔克，而这条龙总是饿着肚子，不只吃掉了丸子的记忆，还厚着脸皮跟她一起生活。这款游戏是全龄向的，主打超越其他同类型游戏的插图数量，总计高达1000多张，还加入了不少欧美画风的卡通过场，所有的对话也都有完整的配音，几乎没有旁白。另外，这款游戏没有个别的角色路线，虽然过程中有可以选择的对话，但选项数量都只有1个，结局也只有1个。对欧美动画和庞大 CG 数量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考虑入手。欧里圣灵之光2原价438，打33折以后是144台币，评价有高达9万篇的96%压倒性好评，特别促销到2月1号为止。那它是第2代，没有玩过前作的话也没有关系，剧情没有什么衔接的部分。本作的故事建立在猫头鹰黑子4时守卫的孩子顺利诞生后成为主角的家人，却因为首次飞行发生了意外而分离。那主角也调到了一个叫做尼温的地方，得知小黑可能坠落于极境森林以后，展开了寻找他的冒险。那他的玩法主要跟1代一样，透过跳跃、攀爬、滑行和游泳，在多样的地形中解谜。战斗的部分比较少，但是也是做得不错。游戏中也有很多自动的存档点，死亡不用从头开始。玩家也可以使用技能碎片升级奥利的能力，或在地图各处寻找能让主角升级的球体。画面表现非常精彩，温暖的阳光、森林的树叶、发光的苔藓，或是诡异的沼泽，加上音乐巧妙的搭配，让玩家深陷在其中，时不时会停下脚步欣赏这独一无二的画面。星际冒险家原价679，打5折以后是339台币，评价是87000篇的91%，极度好评，促销到1月31号截止。它是一款以太空为主题的第三人称开放世界公益建造冒险游戏。一开始你会登陆在一颗无人的星球，在这里收集基础的资源，建造生存设施，也可以透过精炼获得金属材料。那使用的工具非常特别，看起来像是吸尘器，但是它的功能十分强大，不仅可以采集资源，还可以塑造星球的地形，建造一条条的小径，或者是填补地面上的深坑。游戏中也有坠毁的卫星，可以让你在上面寻找新的科技、设备以及稀有的资源。如果材料够多，还可以建造漫游车，让你在地面奔驰，甚至可以造出太空船，飞往下一颗星球一探究竟。全部总共有7颗不一样的行星，小缺点是没有怪物之类的敌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缺氧、沙尘暴、毒气，还有来自野生植物的攻击，这些严重一点还是可以让你丧命的。另外，这款游戏也有多人模式，最高资源4人一起游玩，还可以跨平台。如果喜欢沙盒建造的话，快拉着朋友们一起入手吧。最后一款爱上火车，原价588，打5折以后只要294元，评价是2300篇的98%，压倒性好评，特别促销到2月2号截止。它是一款2016年的视觉小说类型生存游戏，那它算是爱上火车发售后的2次强化版，加入了各路线的后日谈以及续集，拥有相当于2部作品的丰富内容，总字数高达200万字。故事背景建立在架空的日本，新技术空凝机和人工智能的问世，导致现今的铁路系统几乎被完全的废弃。原先辅助驾驶员行驶的铁路人偶也随着对应的车辆而被售出，但空凝机工厂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会带来大量的水污染。而男主角右田双铁在幼年时因为一场火车脱轨的意外失去了所有家人，多年后寓意夜市的衰退让当地居民提出建设空凝机工厂以及振兴经济的建议。男主角为了阻止此事而回到了寓意夜市，随后与收养他的家庭成员重逢，还意外唤醒了帝都铁路蒸汽机车8620的专用铁路人偶86，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努力付
复兴寓意夜市的人。玩家可以选择季姐、季妹、主角其中一人作为故事的开始。跑完自己的路线以后，会将所有的角色汇集在一起。那它的游戏内容有改编成电视动画《铁路浪漫谈》，一共12集，第2季也即将开始制作，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先看一下。以上就是本期周间特惠的全部内容。最近有一点点职业倦怠啊，所以介绍的部分可能会有点公式化，不像以前那么有趣。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如果你有什么排解方法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假如你觉得本期做的还是不错，那也欢迎按个赞、订阅支持一下。我是尼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